好，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北京现在全面出手了，做了什么呢？稀土这一次卡关，不只是日本而已，还包括了美国，现在可以说是全线告急了。同时呢，印太的同盟是否松动呢？今天另外也会关心歼十 C 有没有可能也进入到欧洲国家，中国大陆的歼十卖到欧洲国家去，直逼北约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这一次中国大陆对日本跟美国的稀土卡关能够重创这两国的产业，留言写一。如果您认为说，这个影响其实还要再观察，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那么其实可以留言写2，来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今天3个火线话题一样，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看到第一个，中国大陆的稀土禁令一下，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一次呢是急奔印度了。那么等一下会来关心到说，不只是日本拉起了警报，产业界包括了全美的军工是不是也面临拉警报的危机呢？现在北京手中最有利的东西是不是就是稀土，甚至比航母还要更可怕的战略武器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他于是呢高市早苗跑到了印度，希望跟印度一起合作，打造亚洲的军工联盟。印度则是在这个时候呢，开始高度的怀疑美国，喊出战略去美化美国主导的印太盟友体系是不是开始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裂缝了呢？中国会不会趁势的来瓦解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布局？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是塞尔维亚的总统。他特别宣布的说，他会来采购，这是最新消息。中国大陆的这款飞弹 NQ9，那再加上之前其实有买 CN400AKG 等等，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有没有可能除了买飞弹之外，接下来会引进中国大陆的歼十 C 卖给塞尔维亚呢？如果真的成真的话，那是中国的战机首度的攻进到欧洲国家去，会直逼北约防线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波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美国的稀土制裁，可以说呢，已经正在逼全球的军工产业重新的站队排队。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它没有发射任何一枚飞弹，对于日本跟美国的影响重挫有多大呢？首先，我们前几天谈了非常多，对日本就是它的原料断裂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来说的话，它是重挫了。美国对它做的限制是将2大稀土企业呢，还有包括了10家实体企业都列入了制裁名单当中，导致美国不管是在军工、晶片，甚至是新能源产业上，现在说也是全线的告急了。所以呢，在此刻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急奔印度希望呢联手印度一起打造这个去中国化的稀土供应链，这是第一个就产业他所做的事的一个事项。第二件事情是说，在军工方面，他们要一起共同开发 AI 军用无人机，但是高市早苗希望和印度合作，但是印度呢，它有没有这样子的意愿呢？因为印度现在呢开始喊出要去美化的一个战略目标，原因其实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呢，美军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之后，美国迅速的修复跟巴基斯坦的关系。所以让印度开始怀疑美国的态度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美军更正式的更名，把印太司令部改成呢，包括了这个太平洋司令，所以印度呢已经开始怀疑说，是不是华府正在质疑印度的一个重要性已经不再如此的重要了，要喊出战略去美化呢？换句话说，如果说印度它已经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那么日本找上印度做的这个印太军工联盟也会充满变数，是这样子的吗？中国大陆的稀土的限制对于美日来说，到底冲击有多大？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冲击当然很大特别是对于日本跟对于美国因为日本事实上是很有经验的一个国家，过去他也用稀土去卡这个韩国，然后他跟中国大陆爆发了这个冲突以来中国大陆也曾经用过稀土去卡住日本，日本花了10几年的时间解决不了稀土的问题。所以高市早苗现在的这个行为、这个动作都是一个姿态，他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G7 开会说他们要稀土去中国化，要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目标定在2031年，5年后。但是问题就在于去中国化依赖多少？
他们说尽量降到60%或者50%以下，所以等于是还是有50%以上要依赖中国大陆嘛。但是问题就在于5年、6年以后能不能做得到？我们一般客观的估计还是做不到。这个牵涉到很多的问题，采矿的技术问题不大，但是提炼呢、设备呢、人才呢，而你欧美的还有包括日本，你的大学、大专院校里面，你根本已经没有这些科系，也没有这些人才的储备，更何况就是欧美的国家有多少个孩子愿意去读这个系呢？能进这个系呢？你老师都找不到，然后他们还考虑到未来你这些科系它本身的这些公司它的发展跟事业跟前途，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占有绝对的优势，不管是储量，中国大陆占绝对优势，生产制造量，全世界依赖中国大陆几乎是70%以上，然后在重稀土这个部分依赖到90%，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中国占有绝对的优势，它可以通过市场的机制来调控，会使这些欧美的稀土企业它的发展根本没有空间嘛。那你一直靠着政府补贴的情形下，这个企业的利润是有限，它的前途是有限的。有哪些顶尖聪明的孩子要去考这个有关于冶炼学系，没有人要去读，那你老师也找不到，学生也找不到，研究生也不在。那你请问一下，你去哪里找这个人才？所以都在空口说白话，都在摆姿态。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世纪的最大的诈骗集团。用政府人民的血汗钱去养这一些企业，这些企业再把利益输送给这些政治人物，钱捞光了以后，最后说我做不到，没了，一拍两瞪眼，还是跟中国大陆买，这是必然的趋势。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日本撑不住了嘛？美国事实上军工企业也撑不住了，4架战机只能生产1架 F-35战机。那请问一下，它如何去量产它的 F-35？F-35都是如此的，雷达、导弹系统更是如此。所以美国有问题，日本也有问题，而美国还在摆姿态说我要对你中国大陆的企业那么列出清单来。中国大陆是一次就给你做动作了，马上宣布。而且立刻实施，那你美国才知道说你原来是在摆姿态，但是中国大陆是跟你玩真的。好，所以这一次这个稀土一卡关，对于日本跟美国的产业还有军工来说，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嘛，高市早苗就跑去找印度寻求帮忙，但是重点来了，印度现在也不信任美国，或许呢也没办法跟日本同心。那就这个问题，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印度其实也从来没有相信过美国啦，他不是怀疑他的态度啊，是动作啦。这个动作让他不爽了哈。印度什么时候相信过美国？印度从来没有完全接受美国军工业或等等，他也有苏凯啊，全国也有欧洲。这次之前去年不是印巴战争吗？他用的是什么？是法国的那个标风阵风啊，所以他并不是全美国。但是呢，印度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国家，你知道，他很自大，他们够聪明，所以呢，他只要谁对我好，他就跟谁了，基本上这样。你开始用动作去跟巴基斯坦好，巴基斯坦又跟我冲突，我不喜欢你了。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好，我现在讲一下美国。美国呢是什么都要，他只要你愿意做小老弟，维护我霸权，我就对你好。然后这次出现一个问题，巴基斯坦这个比较有趣的国家，巴基斯坦当时他的很多军力在跟印巴战争的时候是靠中国战胜，我讲歼10，还有这个 PD-15，这个大家都知道。好，那当时战胜之后，当然大家知道巴基斯坦它有它底气，背后军事有中国撑腰。可是巴基斯坦其实它的心灵也是很靠美国的。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其实巴基斯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中间撮合者，而且他很听美国的话，是美国希望他去守，否则的话，美国没有办法直接跟伊朗谈，因为伊朗已经不太甩你了，我被打死我都不听你的，所以是巴基斯坦弄成的。而且巴基斯坦在之前刚开始中国在卡美国脖子稀土的时候因为美国的产量那个储量只有180万吨，中国是4400万吨，它根本比不上。今日演练的功夫也没有，这时候卡住脖子。巴基斯坦的高层曾经还偷偷的拿那个金刚石以及中国给他一些技术带到美国去，你知道巴基斯坦的想法，所以美国找巴基斯坦是有机会把它再做小老弟的。可这个问题来，巴基斯坦也很靠中国。你看这个谈的问题有5个国家，有印度、有美国、有这个这个巴基斯坦，还有一个日本。你刚讲一个日本很重要。刚才我们这个赖老师也讲到了，日本、美国现在都玩了。我跟你讲，
民用的可能稀土还给你用一下，它的17种稀土，我告诉你，卡住你军工产业，你光一个刚讲 F-35弹头要410公斤，你的舰艇啊，你个雷达真的都出问题，所以它的军工产业、航太产业将来只要中国做狠一点，当有时候我们讲比较利益嘛，它也有所谓的利益交换、物交换，它不可能全卡了，但它只要卡到你重要的，我跟你讲是两败俱伤，但是日本、美国绝对会伤得很惨，所以日本现在真的没招了，所以他必须再找别人。之前在钓鱼岛事件就跟澳洲签了所谓的日澳的所谓的技术开发合作，其实有成功吗？又说在蓝鸟岛礁里面又发现了6000公尺深，它有1200万吨的稀土泥。你去挖挖看多贵，怎么挖？好，现在去跟印度，这是有道理的啦。他做这东西有道理，可是你印度就真的跟你那么合吗？这是一个动作，看得出来高士这个个子小，还是蛮认真，到处跑啦。但是他的功力，我觉得还是有限啦。这个印度也不会非常喜欢日本，所以他们会在利益上做交换，不可能有非常强烈的联盟。最后还是讲一句话。中国讲不好听点，中国因为在全世界是一个共产国家，全世界用民主联盟会把它压制。他为了排除民主联盟，为了稳定前行，只要稳定前行的国家对他好，他就会好。所以讲不好，他现在有了王牌稀土，他只要扣住下去，最后我就像刚刚赖老师讲，我想日本、美国可能都会没辙，未来可能中国只要他稳健的走下去。这些国家他也不要得罪你，好好的对你，那么该给你就给你。我觉得走下去，中国真的会在全世界走到一定的高度的水位。好，中国大陆用稀土卡关，包括了美国跟日本，确实已经重挫到这个2个国家的军工产业。那另外一方面，同样也是军工产业，中国大陆呢，它的飞弹正式的迈进去的这个国家就是塞尔维亚，因为呢，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总统最新宣布的，他说，他会采购中国大陆的 MQ9这个远程防空系统，再加上之前买的 CN400 AKG 超音速飞弹，现在传出来说，塞尔维亚下一步会不会也可以买到大陆的歼10C 呢？如果真的成功买入的话，代表中国的主力战机首度的等于是部署到了欧洲国家，当然了，等于是直接跨入到了北约的家门口，这时候北约也就在威胁这个乌克奇说：“你不要做这些轻易的举动。”厉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说是这个塞尔维亚跟中国买歼10C的战机，应该是塞尔维亚有这个意愿要买，非常希望能够买到。那我也认为中国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会卖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塞尔维亚已经跟中国买了我们讲的 CM-400这款的空射型的对地的超高音速导弹那这款导弹现在来讲的话，塞尔维亚已经在用了。它用在什么飞机上面？用在它老旧的米格29。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种新式的导弹用老式的战机怎么能发射呢？那中国就是有这种本事它没有修改米格29，它用平板就可以发射 CM400。你看这个多厉害！那 CM400这款导弹有多强呢？你知道在去年5·7这个印巴空战的时候，这个巴基斯坦用这 CM400的这款导弹击毁了印度很多 S400的防空飞弹的阵地，证明来讲，它对空对地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于在当时他用这款导弹威胁到了印度，让印度的这种他的航空母舰不敢靠近巴基斯坦的海岸，就是因为有这款导弹。那现在这款导弹很这个，就是说，如果它要挂，最好还是要挂在中国的战机，才能够 match， 才能够这个配合作战，才能够实施现控。那塞尔维亚现在买的战机叫什么？因为它必须要淘汰它的米格29，那很老旧了。他之前买的是法国的阵风战机，可是阵风战机你这个系统不能跟 CM400整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卖歼10C战机？只有靠歼10C战机跟巴基斯坦一样，才能够发射这个 CM400导弹。你说用平板发射，毕竟还是这个整体上面来讲还是落后一截了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因素，我们讲防空作战是整体防空，你已经买了这个，譬如说是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买了红旗9，红旗9是区域防空导弹，它射程可以到300公里那么远，比这个美国的爱国者3还要多100公里。那当然，第二个他买了要地防空，要地防空他买的是什么呢？是红旗22，他也买了红旗22，就是他们外销型款叫 FK3塞尔维亚也买了。那这个要野战防空的红旗11他也买了。那如果说连这个整体3重的防空系统，这个从区域防空到要地防空到野战防空他都买，
那当然，它如果说能够搭配到它的歼10战机来讲的话，当然更可以构成塞尔维亚整体的防空力量，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说中国都已经把这几款导弹卖给他的话，那歼10C的战机卖给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